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怡翔议员、尹乃菁小姐、李博议员、钟佩君议员、徐普副秘书长。好，柯文哲被求刑28年6个月哈，求得蛮重的哈，这跟无期徒刑已经差不多了哈。那结果呢，检察官希望能够续押他，但是法官呢给他交保3000万交保哈。那检察官不服气啊，还抗告哈，抗告结果现在不知道了哈。不过至少现在法官给他交保了哈。那说他如果接触了证人，他听说列了80个证人啊，接触证人就可能再被羁押，所以你不能跟这个证人有任何的联系，怕串证了哈。那另外呢，金华城5个在押被告，包括应晓薇、沈庆金、柯文哲、李文忠、彭正生，通通交保，限制居住，限制出境出海。就是你不能够随便要住在你一定的地方了，比如原来家在哪，就住的地方不能乱跑，不能出境，不能出海哈。那为什么北院给他们交保？你总有个理由嘛？是说重要证人都已经具结证述，就是说这些证人都已经讲完了，那你法官也写了100多页的这个起诉书了。检察官，检察官，那你还要干嘛呢？你还要怎么查呢？现在就是一个 Orange 在海外，所以因为怕 Orange 串证，但是法官说你有把 Orange 犯什么罪也没讲清楚啊。如果说你具体讲 Orange 有什么罪，所以他们2个可能会有这个连结，还可以。你也没讲 Orange 犯什么罪啊，所以这个法官呢就认为说没有必要再继续羁押了哈。那另外呢，北检抗告，他最高纪录曾经提5次抗告。所以换句话说呢，北检就抗告，那你当然律师要辩驳嘛，反正就公来公去。那检察官这次会提几次抗告不知道哈，是说呢这个过年可能都不能安心啊，因为检察官可能会不断的提抗告啊。那3000万交保，所以小草有一次就是要抖内了，要捐钱给他了哈。张启凯说3000万已经筹到了，这时候不必再捐钱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他家人在住家外面放火炉了哈，但放火炉就是把那个煤气去掉了哈。那柯文哲是微笑步出北院，哽咽感谢上苍，说给我机会呢反省人生哦。那我动个手指反省人生，他被关起来要反省人生哈。人遇到大事总会回想着我这一生到底做了些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哈。那金华城的案子第一个交保离开的是彭正生，500万深夜就到了啊，就立刻可以抽到500万啊。李文忠1000万啊，那这个太太呢扛了800万，加他原来的这个大概200万了，已经存好了啊。那另外呢，谁做3000万交保还要保证人呢？交保只是出钱而已，还有一个拒保哈。那时候黄国昌的太太做保证人哦。黄国昌说陈佩琪不在那80个证人里面，所以原来有人说那柯文哲搬回家，太太也不能搬回家了，因为太太如果是证人的话，2个就会串证，每天在那边讲话了。所以他太太不是80个证人，所以他可以跟他太太住一起，没问题。我们看一下。金华城案5名在押被告全部获得交保。早上11点多，柯文哲的3000万筹到了，也送到台银公库部。整叠拿出来，接下来就能接柯文哲。而最早先出来的是他，会不会觉得太委屈？身体状况还好吗？走下楼梯这一刻，真的重获自由了。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虽然没有任何回应，但他举高双手挥一挥，口罩下似乎也藏不住浅浅的笑容，可以回家过年了。北检侦查终结，被告和卷宗移到法院，经过彻夜开庭，5个在押被告全获交保。柯文哲3000万交保，沈庆金4000万元，应晓薇1500万，李文宗800万元，彭正生则是500万元。一早9点多，彭正生的委任律师就赶到法院交钱陪同离开，而李文宗的律师也在10点10分左右到，和亲友把钱送来。家人、律师统统赶来，就是想赶快把李文宗接回家。有收受贿赂吗？会觉得委屈吗？李文宗穿着黄色的外套，戴着口罩，脚踩蓝白拖鞋，快步向前。整个过程，左手和家人紧紧牵着。是你的吗？台北地检署对柯文哲等人求处重刑，但移审到法院后，法官认为重要的证人已具结证述，检察官应负实质的举证责任来证明受贿洗钱，甚至被认为是大账房的关键人徐子瑜。虽然人逃亡在外，但检方并没有指出他涉案情节轻重，想要用这一点拼让5个人继续收押，遭法官打脸，全部裁定交保。老师怎么看？
问过很多民众党的人说，你们这边的人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向橘子喊话？回来吧，回来吧！你回来，起码佩仪也要喊呐、佩仪这么爱老公，如果橘子昨天在澳洲看到这些演变的话，他会有所醒悟啊，因为转为证人的或是有悔意的，处刑都从轻了。你看像缓刑啊这些，他应该在斟酌之前，他们的人都告诉我，他怎么会回来？那回来就关了。我觉得如果你回来看你怎么表达，我觉得你如果关个1年、2年、3年，而换来阿北的从轻那个处置的话，这值得啊！这个是小事。我们讲大事，我觉得他整个检调跟法官方面的攻防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未来最重要的也是那1500，1500小审，因为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谈1500是不是钱，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了，大家都同意这个是钱。那现在就想，好，那这个钱的数目，这个大不大，小不小，很奇怪啊。在哪里啦？不是，不，这个等一下我会碰到，在哪里不重要。我觉得这个1500啊，说大，真的不大因为图利好几百亿的，怎么只有1500呢？这个令小薇都4000多万。对，这个阿北的胃口也未免太小了。因为他说沈庆金财务状况不好。你还有心情开他的玩笑？他自己讲，他自己说对啊，你说我觉得没有良心的是你，我都不忍心开他的玩笑。你用他的话嘛来。好，那你说他小吗？那整个一排减掉一个一个都调去问了，都说他们有捐钱，而且是钱呐。那你是插在中间呐？他们最多得50万、20万，还顶多300万嘛，对不对？你那个1500万比300万5倍5倍，这个够大了吧？但是还是比起好几百亿的利是不够大，但是比起政治捐献真的是很大，5倍啊，比那个第二名的5倍，所以这个够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合理化，因为小沈是一个很小气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拿出来的。你在这两个之间游走的话，再来个1500，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现在民众党方面，我讲给徐府做参考了。你们有人说1600嘞，领到的是1600怎么只给1500？那100哪里去了？我就去追究那100哪里去了，不是你们的事，不关你们的事啊。还有第二点呢，说什么时候进来，怎么样进来，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只要那个 UBS 那个硬碟就说排在那里，我觉得虽然不好，不够强，但是也还可以。问题是现在重点在这里，阿贝否认这个，阿贝说我不知道，陈庆金也否认，两个都否认，这不关我的事啊，不关你的事，那其他是不是也是你的事呢？其他好多人呢，像黄崇仁啊，像这个妙天这些人一大堆排列的，他是排在中间呢。如果这个中间这个你不跟你无关，那其他的是不是也跟你无关？还有呢，这进来以后，有人说那钱哪里去了？我告诉你。那个许副秘书长，钱哪里去了？不在金流里头啊！因为你看那个郑文灿，那钱又回去了但是如果没有回去别的地方，没差，因为钱进来了。因为阿北所有很多账都没有交代钱哪里去了，因为他这个账没有细算的，都没有平衡，所以呢，跟一般会计师做的账说进来的要跟出去的，然后呢，这个有没有盈余啊，有没有税，有没有差，有没有亏啊，加起来两边要相等。阿贝的账到现在是一大笔糊涂账，所以进来的有就够了，怎么去不关你们的事，你知道吗？因为阿贝的账到现在都没有交代，他到底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将来我也觉得说，大家都觉得说，图利这么大一笔，怎么是1500万呢？这个真的让人不能相信。有人说是前泄，还有后泄啊。那我觉得有前泄，这个罪名就成立了；后泄没有交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刚刚你还没进来的时候，我跟徐副部长讲，我说昨天这个演变，当然你们这大悲之中有一点喜，还有一点曙光。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如果阿北是这个态度你们其他的很脑筋很聪明的，跟他同舟同命被他这样一绑，你除非你就从政坛淡出，要么你就要跟他一鼻孔出气。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拖啊，这个民众党要站得起来，要重新变成台湾很重要的第三股力量，我觉得这个希望就恐怕就没有那么大了。好，他要反省啊，怎么反省？我们看一下。首先还是要谢谢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给我加油，不好意思，给我加油打气安慰甚至帮忙。那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每一天都是顺利的嘛，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困境。那有时候要感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你知道我还是相信我自己不是那种什么图利啦、贪污啦、会违法的人但是会遇到这种风风雨雨，你知道表示我们人生还是有地方要检讨什么地方要再去改进。好，人生还有些地方要检讨、要改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当事人。好吧，这个谁当柯文哲3000万的保证人呢？说黄国昌的太太了哈。那陈佩琪看起来是可以跟柯文哲在一起的不会叫他们夫妻分开哈。那当然现在就是1500了那柯文哲说我不知道这1500是谁写的了，而且还骂检察官你不会办案，办了半天办出这个东西来那另外呢，也的确搞了4个月那因为搞了4个月之后，大家看起诉，觉得跟之前透露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新的嘛那当然有些新的了，什么自成镇啦，或者什么有些人比较花边的但是都是花边，跟那个案情有关的，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没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呢，他否认护航进化城拿840容积奖励。而且他说他曾经告诫部属说，你们不管怎么样，以不坐牢为原则就是你公务员在办事的时候要注意这会不会坐牢等等那另外呢，法官说这个问交保金额多少，柯文哲说如果逃跑，民众党就毁了。我能拿多少钱要我太太才知道。法官他问他说，我现在要交保，你要付多少钱了？你有多少钱了？柯文哲喊冤了他说我没有侵占政治现金6800万。就这个案外案了但是呢，就是说好吧，现在办这个精华也不过就是200多210加上1500嘛，就案外搞了更多钱搞了6800万那这个沈庆金说他1毛钱都没有给柯文哲因为呢，他说呢，他只想支持第3党那律师说呢，北检是政治心态办案，那当然也有了那另外呢，这个王牌律师徐吕斌，原来的记者原来我们的老朋友，原来我在立法院，他跑我们的新闻的，跑国会的，他考律师当了律师，他这个个性很强，他呢他具状要求查检察官那这个他说检察官呢，这意思就是说林俊彦说应该把他拿去评鉴，不公正好吧，我们看一下柯 P 在法庭的状况。结束113天的羁押，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重获自由身之前，在羁押庭上和检察官攻防超过3个小时。金华城案容积率争议，法官江俊彦针对是否收贿放水过关询问相当仔细，在庭上询问柯文哲对于容积率有什么要说，柯文哲回答是大选结束之后看到媒体报道才知道，没有参与容积率的决定，更没有指示和要求，对议员陈情也只有请局处研议，还特地写条子提醒公务员原则就是不坐牢，不可能收贿让容积率过关，据亲民人头汇进政治账户现金了210万，柯文哲解释是被收押之后才知道这件事，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 Excel 档案的小审1500又是什么？柯文哲也说档案不知道是谁做的，沈庆金也没有给他1500万，也批评检方不会办案。他说在搜他家的时候，检察官把这个随身碟就直接放在桌上，要他签名，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虽然是在他家里面搜出来的，可能是他的东西，但是不代表这个里面的这个 Excel 档案就是他制作的。
至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是不是有给200万，柯文哲说对方说有就是有，因为邱佩玲不会害他。那有没有人知道曾收过这200万？柯文哲解释确实有收政治现金，但都是拿来选举使用。对于金钱流向不太清楚，但强调绝对没有拿回家中饱私囊。3个多小时的接押庭，柯文哲和法官说，当医生30多年都没有收过红包，一辈子很少管钱，但绝无贪污。委任律师补充，沈庆金的秘书常领大笔现金，检察官却只截取和柯文哲相关的金流，就认为沈庆金和柯文哲有关系，实在说不过去，并说柯文哲高血压、呼吸不整，还有睡眠中止症。柯文哲父亲高龄93岁，不久前才发病危通知，认为继续羁押对柯文哲身体不好，也希望能让柯文哲陪柯爸尽孝道，减免攻防，这回柯文哲重获自由。这个案子台北市案子哈，将来还有好几个案子，还有4个案子，我们3个台北市议员在这里哈，来一翔。我先讲一下，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有一点是这个过去这个周刊爆料等等，把大家胃口养得很大，大家期待说，看起诉书会看到什么爆炸性的一些独家内容，新加坡开户啊，什么钱包等等等等。但其实事实上，就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嘛。所以你看，其实检察官里面起诉书，他其实我觉得写的都是比较据实的，就是说他有什么证据去写什么东西，所以没有扯到这个什么新加坡等等等等。但是相对而言，很多人看着看起诉书有一点失望但其实法律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看的，应该还是以稳健为主了。但我觉得现在民众党就抓定了3点他认为说，第一个这个 USB 是谁的不知道就算 USB 是柯文哲，里面档案是谁编辑、谁制作的也不知道。第一点，第二点，1500只是 Excel 上面的数字，不算数不是现金，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是金流。而第3点呢，就是20%，就回过头来又讲到3-4个月我们讨论的议题，就是20% 的容积加成到底合不合法但我想一一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有关于 USB 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大家不要听说赵怡翔说，也不要听谁说，你听陈佩琪说了嘛。陈佩琪在起诉书里面其实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 USB 是柯文哲的嘛。当时这个是检察官去录影存证，去问了，拿这个 USB 给陈佩琪看，就陈佩琪说了什么呢？他说这个 USB 不是我在用，是柯文哲在使用，所以里面有什么资料我不知道这是陈佩琪说的自己家里的这人数理论上是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你说今天这个 USB 现在突然又说不知道是谁的，我觉得这有一点说不过去了。那包括这个档案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民众党这个思维就代表说有人偷偷进去柯文哲家里面，把这个 USB 开起来存了一个莫名的档案不知道是谁的，上面还编辑了1500小省把它放进去存在 USB 上，放在那里给检察官去收，大家会觉得这个逻辑推论合理吗？那重点还是这1500那1500为什么大家可以信誓旦旦说这1500是金流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唯一一行。如果你是唯一一行，你找不到金流的话，我说检察官你不知道查什么。但你很清楚是，你总共有14行，其中1行就是这1500。那我跟大家说，其他13行加起来也是2000多万嘛，对不对？检察官是一一去比对过，包括人事物全部去询问，说这个金流证实了什么？证实了其他这13笔全部都是金流，而且不是像这1500是在哪里交货，谁去交货，谁去筹钱，什么方式，柯文哲怎么收的，全部写的巨细靡遗。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其中一段我自己觉得很精彩，有人这个柯文哲说他要这个钱这个然后有人就帮忙凑了300万，派一个人拿去他的办公室市长室里面市长的秘书带他上去市长室里面，他拿了300万放在地上，柯文哲在干嘛？柯文哲在骑这个飞轮骑飞轮骑，也不理这个人，他好说了2次，就这个人把钱放在地上，名片放在桌上，然后就觉得有点尴尬，然后柯文哲就说好谢谢。然后这个人就离开了。另外500万在地下室交货，拿现金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袋里面，把这500万的现金拿给柯文哲本人在这个台北市某个住处的地下室。所以这些人事物包括时间等等都写得很清楚。那你说这些人是要恶搞柯文哲吗？那你说恶搞柯文哲会有13位有头有脸的人，而且都是柯文哲的好友，包括媒体的董事长、媒体的总裁，包括其他这个重大这个上市公司的相关代表等等，他们全部都在欺骗检察官吗？不太可能吧？他们全部都写的巨细靡遗，是怎么交钱、怎么交货、什么时间点。那你说这个金额1500其中1行，那当然很清楚，就是金流嘛，这个毫无质疑的嘛。
那最后讲一句，这个20% 没有问题的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不要再开回头列车了哈。这个我们市议会调查小组，包括游淑慧，当然我们调查小组的主席，大家其实都看过相关的这个资料，也去问过市府的相关官员，包括起诉书里面也清楚的载明，包括当时有市府的官员。包括有都市审议的委员哦，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知情者都有出来去跟柯文哲说这是违法，这是不应该去做的，这是违背相关的法令跟规定的。就柯文哲从纸条，从要求彭振声去当 PM， 去速审速决等等的指示下去，结果大家最终还是去通过。那最后我只讲一件事情，如果接受柯文哲或民众党的说辞，真的会是有一点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的原因很简单，柯文哲现在起诉书里面记载清楚，跟沈清清见了几次，大家本来以为只有3、4次哦，桃竹影园只有见了几次，88会馆只有见了1次等等，就是总共12次的来往，包括 LINE 的讯息有掌握。小沈动不动啊，柯文哲你方便通话吗？方便打给你吗？有事情等等等等，那大家真的会天真到认为今天1500是假的？跟小沈的关系谈的完全都是跟这个金华城案无关其他的金流大家都去欺骗检察官 ，USB 是设计出来的。你就如果相信所有这些民众党的说辞的话，那我说，那你也就不用信这个案子，因为这案子从常理或者从逻辑而言已经说不下去了。来，徐部。好，第一个不是相信民众党的说辞这个是在庭上这个真正就是检察官跟这所谓的被控诉的这一方的证词过去的说辞都是由所谓的《镜周刊》或者说相关的所谓的透不明消息的报道出来。我很高兴昨天会有一个公开审理的法庭，让大家看看到底在里面讲什么。首先，我先回应宜翔一开头在讲说原本大家会以为在起诉书里面会有这个很精彩啊，哇，很多这个胃口被养大了。后来说这检察官有一说一，就是大概就是1500加这个210，所以宜翔也要有一说一啊。一整个 Excel 表，你说前面12个人这都13个人都确定是谁？问题是就是这个1500，检察官找了4个月，他找不到实际的证据就是说你从哪里进来的这个钱？从哪里从出去进去的钱？所有的洗下对，只要钱找不到，就代表不存在吗？不是，那你现在就是一个 Excel 表，然后双方的人都说没有，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你去扣的是说什么9月份沈庆金委托了秘书领了1600万，那领了1600万，去看他的秘书是每个月大概都领了2000万的金额在做。他只是扣了这个时间点，然后说这有一个 Excel 表，然后就说，这个是所谓的1500万抓到了，是这样子吗？然后刚才沈大佬也讲了，就是说这整个图利，或是说你说图利金华城有200亿左右，然后整个对价的金额大概只有1/1000左右，然后这样让大家都可以相信吗？我觉得很可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你说什么 USB 有人偷偷跑去柯文哲家里，然后把它插进去，然后把它偷偷把什么表打进去。要知道那个是一个行动硬碟，它装载的是其实包括他从医生时期到市长时期到现在这个时期，它其实是10几年的一个硬碟，里面当然有非常非常多资料。既然叫行动硬碟，它就会来来去去，所以说里面到底灌什么资料，是不是都是他自己亲自写？这一点不知道。还有一个讲到金华城说他施压的部分，昨天也终于在庭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柯文哲说，你检方说我都透过这个秘书去施压各个局处，然后说传达我的意志。我想请检方从头到尾，你传过这个所谓你口中的秘书吗？有这个证人吗？问题是在检方的整个起诉书或者是检方传的证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秘书。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你这边写了很多什么谁被施压谁被施压，但是关键的证人是谁？谁是说成了柯文哲的意志去施压？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啊。休息一下再回来。